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不管你在哪儿，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前两天朋友突然说想结婚，原因竟然是因为参加了一场婚礼。在婚礼现场，新郎正襟危坐，平常冒冒失失的一个人，却如此认真地拿着笔，一撇一捺地为新娘写着结婚誓词。窗外的阳光温柔地打在他的脸上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柔情满满的星光。莫名其妙的，他就被那个不起眼的瞬间打动了。一向视婚姻为围城的他，突然产生了结婚也挺好的念头。很多人都会在一瞬间突然产生想结婚的冲动，或许是某天一个人在深夜的地铁里等着最后的末班车，希望有个肩膀能够承担住世俗的重量。可能是和男朋友回家吃饭，看到父母相爱的样子，渴望拥有同样温暖的烟火气。还可能是在某个孤寂难眠的深夜里，想像往常一样找一个朋友出来一醉方休，却发现同样年纪的他们都被家庭绊住了脚步，于是想要找一个避风港。但是我跟我朋友说，你要想好，结婚一定不是一瞬间的冲动，而是一段需要长久维持和巩固的关系。凡是把婚姻当作庇护所的人，往往结婚之后都会发现，不是所有浪漫的开端都有天长地久的结局。其实所有的风雨也都是对方给的。我们项目组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，有一个同事闪婚的时候非常干脆，说我终于遇到了一个符合我一切想象的人。结果离婚也特别迅速，不到1年就结束了。他搞不懂当初那个那么完美没有缺点的人，为什么结婚之后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？为什么上完洗手间不知道把马桶盖掀上去？为什么用过的东西永远不知道放回原处？为什么加班的时候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，给他留口饭吃？很多人都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以为婚姻能解决人生的大部分问题。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很孤独，工作很焦虑，面临着人生的转折点，然后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难关之后，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助我，弥补我，好像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得到世俗的宽慰跟温暖。婚姻绝不是简单的两个人，背后是攒了无数天泛着油光的碗，是怎么都洗不完的衣服，是一个家庭双方父母和无数琐碎的重量叠加。就像绅士的仆人说的，向往婚姻是因为向往爱，如果婚姻无法得到预想中的爱，那这样的婚姻自然不让人愉悦。奇葩说里有一个辩题，我们现在不会有任何一段感情是足以支撑你一生一世的。爱情中最大的规律是要再创造的。以前老一辈的那种结了婚就好了的观念早就不实行了。婚姻不是我们逃避现实的避风港，反而是一个需要智慧经营的斗兽场。电视剧《亲爱的自己》里面，刘洋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宠妻狂魔，工作努力上进，但他还是出轨了。一直沉溺在安稳中的妻子张芝芝被冰冷的现实一锤头砸醒。他哭过闹过，终于幡然醒悟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我们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原来人生不是结婚了就到此为止了，
婚姻是我们真正下半生的开始。我很喜欢莫文蔚的一句话，说结婚这回事儿不能看安排，要看缘分。如果我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念头，或者永远找不到情愿托付的人，那我终生不嫁。这是我的选择，不是我的失败。于是这样豁达的他，在40岁那年重逢了17岁时候的初恋。你看，真正拥有爱情的人，或许准备好进入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婚姻关系的那种人，一定有能力独自在这个世界上丰富而自由地生活着。终会有一天，两个各不相同、棱角分明的人，跨越了漫长银河和城市烟火，也能缠绵悱恻，也曾故事曲折，却终于在对的时间遇到那个人，抚平尖锐，忍下急躁的脾气，完成他们俩一生当中的承诺。